1个小时之后，叶晨乘坐的飞机在港岛国际机场降落。此时在机场出口处，大名鼎鼎的港岛巨富刘家辉亲自举着一个写了叶晨2字的牌子，与老婆方嘉欣一起站在机场出口处翘首期盼。方嘉欣戴着厚重的墨镜和口罩，表情多少有些不悦。他对生意懂得不多，只是觉得自己作为港岛大名鼎鼎的刘太太，亲自到机场来接人，面子上确实有些挂不住。而刘家辉不在乎这些，他心里很清楚，做生意的绝对不能跟钱过不去。如果牺牲一点面子，这合作就能顺利进行，那这不就是无本的买卖吗？这时叶晨背着双肩包从出口走了出来，他环视一圈，便看到了那个举着自己姓名牌的胖子。于是他嘴角微微抹过一丝笑意，便迈步走了上去。叶晨来到刘家辉的面前，笑着问道：“你是刘总吗？”刘家辉看了看叶晨，一脸欣喜地问道：“您应该就系叶晨叶先生了吧？”叶晨点了点头：“没错，是我。”刘家辉立刻将牌子递给身边的保镖，伸出双手与叶晨握手，口中激动地说道：“哎呀，叶先生，真是久仰久仰。欢迎来到港岛，鄙人是刘氏置业集团的董事长刘家辉。”幸会幸会。叶晨微微一笑，伸出单手与刘家辉握了握，同时淡然说道：“刘先生是吧？幸会幸会。”叶晨单手与刘家辉握手的时候，身边的方嘉欣以及刘家辉的助理、保镖表情均是一变。他们真没想到，这个年轻人明知刘家辉主动伸出双手找他握手，可他却还是单手回应，这就实在有些不讲礼数了。叶晨也知道自己这么做确实有些失礼，但他觉得礼数也是要分人的，刘家辉这种人不值得自己给他面子。毕竟他当年答应过自己的父亲不再追究陈兆忠，但父亲去世之后，他立刻就将承诺抛到九霄云外。这种人在叶晨眼里不值得任何尊重，相反还必须要让他为当年背叛承诺付出代价。刘家辉也没想到叶晨竟然在自己面前还这么傲气，心中自然是恼火不已。不过一想到贺知秋所说叶晨与苏之瑜、伊藤菜菜子关系走得很近，他便只能把火气暂时压了下去。短暂握手之后，他又指着身边的方嘉欣对叶晨说道：“叶先生，这位便是逼人的太太方嘉欣。”方嘉欣虽然对亲自来机场接叶晨以及叶晨对老公稍有不敬都有些不悦，但见老公毕竟都忍了，于是便也只能强颜欢笑地说道：“叶先生你好。”叶晨微微点头，笑着说道：“早就听闻刘太太艳绝港岛，即便刘太太戴着墨镜口罩，也依旧难掩风采。”方嘉欣听到叶晨夸赞，心里稍稍舒服一些，笑道：“叶先生谬赞了。”一旁的刘家辉忍不住开口道：“嘉欣，赶紧把墨镜和口罩摘下来，在贵客面前像什么样子？”方嘉欣连忙将墨镜和口罩摘下，一脸歉意地对叶晨说道：“不好意思叶先生，刚才有些失礼了。”看到方嘉欣的真容，叶晨不禁在心中暗叹，终于明白钟叔为什么甘愿为了方嘉欣非法滞留美国这么多年了。这样的女人，即便已经徐娘半老，但依旧风韵犹存，容貌、皮肤、身材、气质几乎都挑不出任何毛病，看起来也不过30多岁的样子，可以想象得出年轻时一定更加的不可方物。于是叶晨故意调侃道：“我来之前就曾听说很多关于刘太太传奇往事的传闻，而且就在我下飞机之前还对这些传闻心存怀疑，如今见到方太太真容，我心里的所有疑惑都烟消云散了。”
方嘉欣表情一下子有些尴尬，一旁的刘家辉面部肌肉更是抽抽几下。叶晨虽然说的隐晦，但实际上就是为了点一点这两个人。虽说叶晨没说任何关于方嘉欣的具体事迹，但这夫妻二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方嘉欣跟陈兆忠私奔的事情。这么多年来，这件事一直是方嘉欣在刘家辉面前的软肋，也同样是刘家辉内心深处的痛点。叶晨隐晦的点到这里，让这两人心里都很不舒服。而叶晨之所以这么说，也完全是故意而为之。他就想看看这刘家辉在自己面前到底有多大忍耐力。自己现在也只是小小的挑衅他一下，若他能忍得住，后面还会有更大的挑衅等着他。若是能让刘家辉在自己面前发飙翻脸，那就再好不过了。毕竟叶晨这次大老远从美国飞过来，就是来教他做人的。而且叶晨最擅长的就是借题发挥，就算刘家辉不小心踩了叶晨脚面，叶晨也会借这个由头扒他一层皮。只是刘家辉哪里知道，叶晨根本不是来合作的财神，反而是来扒皮的煞星。此时的他压下被叶晨揭短的愤怒，满脸笑容地对叶晨说道：叶先生远道而来，一路肯定很辛苦，鄙人在府上为叶先生准备了接风宴，如果叶先生不嫌弃的话，我们现在就直接出发。叶晨点了点头，淡淡道：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刘家辉哈哈一笑，做了个请的姿势，随即揽着叶晨的后背，热情道：来来来，叶先生这边请。机场出口大厅门外，由多辆劳斯莱斯组成的车队整齐地停放在路边。刘家辉带着叶晨来到中间那辆劳斯莱斯轿车跟前，随后对太太方嘉欣说道：嘉欣，你坐前面那辆，我跟叶先生坐这辆。方嘉欣只好点了点头，转身走到前面那辆劳斯莱斯跟前，保镖为他拉开车门后，他便弯腰钻了进去。刘家辉则主动为叶晨拉开后排车门，笑着说道：叶先生您先请。叶晨也不客气，微微点头后便直接坐进了车里。刘家辉紧接着也坐了进来，车队缓缓驶离机场。刘家辉主动跟叶晨攀谈道：不知道叶先生以前有没有来过港岛？叶晨淡然道：来过，不过也是很小的时候了。刘家辉笑道：港岛这些年变化可是非常非常大的，叶先生这2天要是时间充裕，我带你好好在港岛转一转，看看港岛这些年来的发展。说话间，刘家辉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打来电话的是他的女儿刘曼琼。他抱歉地对叶晨说道：不好意思叶先生，我接个电话，是我女儿。叶晨点点头：刘先生请便。刘家辉接通电话，开口便问道：曼琼，你到家了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冷淡的声音：我中午有事，不回去了。刘家辉顿时气冲冲地说道：你搞什么？我不是跟你说了中午有贵客？我不管你有什么事情，今天中午必须回家。电话那头很是不满地说道：我都说了我有事，你的贵客你自己招待，跟我有什么关系？刘家辉气愤不已地说道：半小时之内，如果我没看到你回家，第2笔5000万港币善款你就别想要了。你……电话那头的声音顿时气得直发抖：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刘家辉冷声道：钱是我的，我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总之你自己考虑清楚。说罢，刘家辉立刻挂断了电话。紧接着他便连忙对叶晨说道：叶先生，实在不好意思，小女顽劣，让你见笑了。